你以為深坑只有臭豆腐，但真正讓這座山城有錢的，從來不是臭豆腐。100年前，這裡是北台灣的信義區，不是觀光地，而是掌握經濟命脈的豪門舞台。我們總以為深坑只是走走吃吃，但真相藏在山徑與老宅之間。那些產業與家族曾經撐起一整個時代的流動。想象一下，早上走在像阿凡達場景的秘境瀑布，下午卻一口咬下包着臭豆腐的湯包。這裡有從豬肉起家的神秘糕餅，也有像美術館一樣存在的清水模咖啡廳。如果不把這些碎片拼起來，你永遠讀不懂這座山城的野心與創意。在大吃大喝之前，我們先得去一個地方，連入口都找不到，像是私房後花園的地方。跟上腳步，這條路跟你想的不一樣。Hello， 我們今天來到深坑一日遊。那大家來深坑呢，通常都是去老街走一走啊，吃吃東西。可是呢，我們最近真的是太胖了，覺得應該要運動一下，所以呢，就決定先來泡子輪瀑布走一走，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去深坑老街吃東西。我們剛剛找了一下要怎麼樣走，然後原來路牌在這邊，那我們就沿着這個路牌呢，旁邊有一條小路，從這裡走進去就可以了。這看起來像是要去人家的花圃，一點都不像要走步道的感覺。這路很特別，一整條都是輪胎。這條步道蠻奇怪的，有很多細節。你看，像這個腳下啊，它的這個石頭上面哦，有一片一片的像葉拓的東西，真的很像人家的後花園，一點都不像步道啊。我覺得是有人用心的弄，像剛剛那個輪胎啊，它就是為了讓你好走，真的好走很多，因為這樣子比你鋪石頭啊什麼都好走，會滑滑的。對啊。这裡樹的氣根超漂亮，拍照起來很有感觉。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？阿凡達的場景，還蠻像的。這個地方大家看到，我覺得可以拍照，真的蠻漂亮的。整條路都規劃得蠻好的，像我們走上坡的時候，就可以看到旁邊有扶手，地稍微會滑，要注意，可是可以扶着，就覺得還蠻安全的。它雖然是一條自然步道，可是一路走上來，它真的細節太多了，很像是誰家的自然粗獷風格的後花園。你不覺得很像清邁餐廳的那種後花園嗎？蠻像的。對，可是說你要這樣說起來的話，好像清邁餐廳又更厲害一些。這裡很推薦大家夏天的時候來，你看這麼親近就可以摸到水了。我们到泡仔輪瀑布啦！我們從最下面走上來，邊走邊拍照，其實還蠻輕鬆的，很快就到了。然後越上來越覺得很像人家的後花園，因為到瀑布的旁邊呢，有一個蠻粗獷風格的涼亭，還蠻有意思的。然後這個泡仔輪瀑布呢，它又叫做四龍瀑布，據說是水量很充足的時候呢，它會看到有4條水柱，所以叫做四龍瀑布。那你知道為什麼這邊叫做泡仔輪瀑布嗎？不知道。對，我跟你講哦，因為啊，這邊附近呢，以前是種滿了柚子，然後人家說那個柚子長得很像以前的炮彈，所以叫它泡仔輪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子哦。對，很有趣。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大台北地區最近可以接觸到瀑布的地方之一了，因為我們就是在路邊停車，然後走上來。如果你不拍照的話，其實大概10分鐘就可以走到。那慢慢走，慢慢拍照，根本就是超輕鬆的，真的很適合，就是你在吃飯之前呢去散散步，或者是吃飯後散散步的地方。這個瀑布風蠻舒服，我看旁邊的草啊都被吹得很動人的樣子。對，然後我們剛剛摸了一下水啊，就覺得那個水怎麼聞起來好像有點溫泉的那種味道，可是水溫是正常的。你的說法應該是有點誤會啦。它那個水應該有混溫泉進去，所以你看那個水會有一點點，白白的，應該是硫磺泉跟這個溪水混在一起的樣子。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地方，叫做深坑豆蓉肉塊，它是賣傳統糕餅的。等一下再來形容它的東西。首先呢，是這個地點呢非常的神奇，大概我們剛剛從那個步道那邊開車過來是6分鐘，然後這個地方很隱秘，很像一個山中社區啊。你是怎麼找到的？我 Google 就拉，我看這個東西那麼奇怪，按進去哦，
很特別的餅店。对，跟大家形容一下這個餅長什麼樣子。雖然我說它是傳統糕餅，可是呢，其實它一點也不傳統。這個東西是老闆自創的，裡面包的是一整塊的滷肉，然後還蠻創意的口味。然後據說這個老闆呢，以前他是賣豬肉的。因為賣豬肉的關係啊，所以老闆就想說，看可不可以把那種肉粽裡面的肉塊啊，嘗試包到糕餅裡面去。那另外呢，就是他們這個地點其實很臨近一個步道的出入口，所以從步道走下來的人呢，常常就聞到那種，奇怪，怎麼會有中藥滷香啊？然後走下來看才知道說他們在滷肉，非常的好奇，不知道有沒有人吃過。那另外呢，他們還有一項產品呢。它是外表長得像蛋黃酥，可是其實它的內容物呢，根本就像鳳梨酥一樣，它是鳳梨的內餡，然後加上很大顆的鹹蛋黃。重點是呢，它那個鹹蛋黃啊，就是整個糕餅裡面還有混一點洋酒跟鹽，這樣這個味道啊，真的是非常令人好奇。我超好奇的，所以我就決定一定要來。然後我覺得我跟大家講，其實我們講那麼多，它根本沒開。我們看 Google 上有，對。所以我就想說，我們晚一點打電話看看，如果運氣好的話，再回來問老闆，看他有沒有可以讓我們吃的。哦，對，我跟你講，就是它這個豆蓉肉塊，它也是用那個蛋黃酥的樣子包進去，所以它所有的餅都是那個樣子。剛剛老闆的鄰居跟我們說啊，他其實除了中秋節以外呢，他是沒有現場有現貨販售的，你都要先預定，然後他集單有一定數量之後，他才會下去烤。所以大家呢，就是不要像我們一樣傻傻就直接來，要先打電話預定再來。我比較好奇是有沒有人吃過，好不好吃這樣子，因為他講的東西很特別。你越講我越想吃。對啊，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。我等一下要打電話給老闆問問看他今天到底有沒有做。這裡是王水城老店水城館，它在老街裡面。然後呢，我跟你講，因為我這輩子啊吃過最好吃的豆腐都在深坑裡面。想說這麼觀光的地方，然後又賣那個，的確這邊就是豆腐最好吃。每來一趟就換一家店吃，看可不可以把深坑的這種豆腐店家全部都吃遍。這邊的老店非常多，這一家呢，它已經有70年左右的歷史了。然後它非常厲害，它以前接待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。這家店呢，它原本是吉順廟前的小攤，慢慢的發展成現在餐廳的樣子。那我剛剛在餐廳門口有看到它的立牌，介紹它的歷史沿革。那我想象中的攤子呢，就是現在對面看到那些攤子的樣子，結果不是，是時代距離的攤子，人家很早就變成餐廳了，清末民初的那種攤子，沒有那麼老了。我覺得看起來蠻像的。這道是炸手工豆腐，我在夾它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它的軟嫩跟彈性了，然後吃下去的時候，我都還沒沾醬哦，濃濃的那種豆香，超好吃。我跟你講啦，你在深坑老街這條街啊，你想說哇，都賣一樣的東西，可是我跟你講，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東西，而且我在這邊沒有吃過讓我覺得失望的豆腐。我想說話，但是太燙了。我跟你講，我覺得他們對於豆腐的創意啊，根本就是永無止境的，所以你每一年再來，就會看到他們又有推出新的東西了。不是，是你吃的不夠多，你每一家吃都發現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。一定要沾它的蒜蓉醬油去吃，你會感覺到你不是在吃豆腐，又吃那種魚肉的滿足，你知道嗎？龍叔，我說一句老話，好好吃哦。這一道是蒜香臭豆腐，人家說來王水城一定要吃的品項。哇，它超級多汁，而且呢，你可以知道它那種高湯濃郁的味道，再加上濃濃的蒜味。其實它蒜味沒有到爆級的那一種啦，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他說他覺得普普通通，我覺得是他可能期待是那種很濃的蒜味，其實不會啊。其實我覺得算是溫順的，所以好吃。你喜歡吃蒜的，有帶一點點蒜的味的，你會覺得好吃。那我覺得夠了，這樣子已經很好吃了。對，但我本身豆腐就是非常優秀，而且這裡是每一家豆腐都很優秀。只能這樣說，就是這裡的豆腐從來不會讓人失望。這一道是肥腸鴨血，它上面寫胡椒辣，但我吃下去真的覺得是蠻辣的。胡椒味非常的濃厚，然後它的鴨血哦，非常的嫩，那裡面呢是有淡淡的中藥香。我覺得它那個中藥香是那種好吃的胡椒帶的那種中藥香，不錯呢。很喜歡。對，但是你覺得一個不能吃辣的可以吃嗎？
還是可以慢慢吃。它算是吃很小辣的人，对你來說應該算是極限的差不多，但是是可以吃得下去的。來吃一下它的肥腸，看起來真的有夠肥的。我剛才已經吃過，真的很肥，很大，很軟嫩。可是你吃下去呢，不会有覺得有油膩的感覺。而且這個很下飯。說實話，我覺得你點這一盤啊，然後點很多個飯，你就可以吃很飽了。我跟你講，所以評論裡面有人講說，它這個鴨血的缺點就是它沒有大小份可以選。那如果像我們只有2個人來說的話呢，它又太下飯了，然後會吃不完。真的。这个是豆腐羹，它有分大、中、小份，我們點的是最小份的。它哪裡小份的？你告訴我。這超大一碗哎！這多少錢啊？好像150的樣子。對，我印象也是150。真的，這一碗是150，裡面料超多，有筍絲啊，然後竟然裡面還有蚵啊，而且蚵啊呢，其實還蠻肥的，都被我加光了在這邊。對，而且還不少，而且豆腐非常的多。它喝起來酸香氣蠻夠的，就是羹湯裡面已經幫你加了醋了，而且是像土豆加的那種樣子。這麼的濃就對了。對，但我覺得你會很喜歡。有的人是說喝起來太酸了，可是我覺得是很不錯的。哇，它這個豆腐很好吃哎！一般我們在外面吃豆腐羹呢，很多都是用嫩豆腐啊，或是雞蛋豆腐去做，但它是用傳統豆腐，就多了一份豆香氣。我覺得整體來說，這邊真的每一間都好吃。因為我們之前來的時候也都各拍過一間，然後每一間都可以讓我們覺得吃豆腐非常的感動，就是很滿足的感覺。吃飽了，我們來逛一下老街。今天是假日，人還蠻多的。那其實我們每年呢，大家都會來逛深坑老街至少1次吧。然後我每次來都覺得，這邊有一些小小的進步，還蠻不錯的。我剛剛一路上在拍人家用臭豆腐，我覺得每一個老闆的臉上啊，都有那種自信的光環。就我的臭豆腐有一個特殊的地方，一定有什麼特殊的地方。但其實我們自己吃來吃去，我最喜歡這間古早說清蒸臭豆腐單這一項，非常好吃。對，但是它的評論就是大家覺得它操盤的，因為它算是特別貴。可是我真的覺得它是我自己喜歡最愛吃的，但每一間都很強。經過看到他賣焗烤麻辣臭豆腐，實在是太顛覆我的想象了。下次再來試試看。哦，好酷哦！這阿北好像在弄豆腐哎。這竟然在路邊都看得到。對啊。應該要拿一個杯子在。哦，非常的酷，他一直在把那個水慢慢的擠出來，想辦法把它擠出來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路邊做豆腐，而且用的是那種很古早的方法哎。對啊，我們看的都是機器做的。他那邊壓那個水的時候，我想說，上面出來會不會是豆漿？是想拿杯子下去接這樣。可是我現在聞到都是那種豆漿的味道，好酷哦！這一間七屁股我超喜歡的，而且是這邊最熱門的攤子之一。你看它現在排成 S 型了，我覺得大概要45分鐘。超久。但我可以忍受大概是15分鐘的好吃。15分鐘大概就是沒有排成第2排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評估一下。對，它現在已經是一個 S 型了，這樣子。這一間是唐山伯古味桂花酸梅湯，我們每次來到這邊呢，都會來點一杯，因為它非常好喝，而且因為他是我們的觀眾啦，所以想說，觀眾這麼支持我們，我們也來支持一下我們的觀眾。所以大家知道當我們觀眾有什麼好處了嗎？老闆真的人很客氣，我每次來想說要來跟他支持一下，然後買了一杯之後，他又送我一杯，那我想說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，可是我又推拒不了他，因為後面已經開始有人要來消費了，我都在那邊阻擋他的生意，好像也不太好啊。我們來到深坑老街，不要忘記要繞過來深坑廳這邊呢，走走逛逛，拍拍照，最好呢可以進去喝杯咖啡。不過我們今天有別的安排，就先不進去喝咖啡了。那這個深坑廳呢，它其實在最早啊，它是一個就是行政單位，然後後來又變成是分駐所，也就是警察單位吧。那它的歷史呢，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20幾年前了。那我覺得這邊非常的不錯，除了裡面咖啡好喝之外呢，假日這邊也會有小小的咖啡市集啊，甚至有一些街頭藝人的表演。我們看到深坑廳這個廳啊，就可以知道說當時深坑是多麼繁榮的一個地方。因為呢，當時呢在台灣它總共就是只有20個廳而已。那日本人是把縣這個制度廢除掉，然後改成廳。那廳這個概念呢，其實就有點像是直轄市。這個地方呢，它在以前呢等於說是現在的信義區這樣子的繁榮的程度哦。
你們看，你這邊可以看到淡蘭古道深坑街，就是說呢，這個地方呢，它當時在淡蘭古道的一個起點，等於是北台灣的整個經濟命脈呢都在這邊了。那當時很多的貨物呢，也都是經由淡蘭古道去運輸的，所以可以說呢，深坑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。那當時在這邊呢，也發生了很多的爭執，所以日本人就把這個很難管轄的地方呢，就設了一個廳在這裡。大部分的廳都是長這個樣子的。我们现在来到阿克咖啡，它是在深坑老街附近一间蠻有名的咖啡店。那我覺得現在要找到這種空間這麼開闊的咖啡店啊，真的是還蠻不容易的。它是一棟清水模建築，我們一進來呢，老闆就會招呼我們到2樓，然後上來就發現說，它這邊有大片落地窗，然後很棒的採光。我們剛走進這條路的時候呢，覺得說，旁邊都是鐵皮屋啊，哪裡有漂亮的咖啡店？結果沒想到一走進來之後，發現它這裡面根本就像是一間美術館，坐在美術館裡面喝咖啡的感覺。我們來喝一下咖啡吧。今天呢，我們點了一杯冰滴咖啡。重點是剛送來的時候，服務員說它的牛奶跟冰塊呢都是可以續的。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配置，非常的神奇。那我也覺得它的消費還蠻佛心。首先呢，它不加服務費；再來是說它的低消沒有限定你說一定要點飲料，你任何的餐點都可以。它的冰滴很濃哎，冰滴就是濃啊，對啊，不濃的話會被笑的。我即使加了牛奶下去，還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濃厚。不過沒關係，我跟你講，他們剛才講一個東西，我覺得蠻佛的。怎麼樣？它那個牛奶可以一直加，所以可以多一點。其實我覺得它可以再給我多一點，我就可以把它變成拿鐵了。你可以叫他給你10杯之類的。你點一杯冰滴，然後可以得到2種享受，得到冰滴跟拿鐵，還有單牛奶。單牛奶。喜歡這家的東西根本就是以濃郁著稱嘛，還是我剛好點到它最濃的2樣東西。那巧克力的濃度也是超高的。我剛剛把它挖起來的時候呢，它是整個粘在盤子上面的。這個蛋糕是第一口呢就很如實的把它的品項名稱給呈現出來，的確就是那種熔岩感、勾勾的感覺。我們加點奶油來試試看。這個奶油啊，很綿密、微甜，你再把它加上去之後呢，它反而會把它的那種濃郁感稍微稀釋掉一點，不會讓你吃起來這麼的膩口。很適合2個人一起分食，或者是你就點一杯冰滴咖啡，這個就是它的絕配了。這一間是紅橙鮮湯包，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吃它了。上次來深坑老街的時候呢，就是我們已經收工了，不打算再拍了。結果吃到這家，哇，驚為天人，超好吃的，於是就一直記到現在。我們非常喜歡它這間有個很特別的東西，你跟大家講什麼？這個裡面是包着臭豆腐的湯包，沒有吃過吧？原本是很好奇，而且就是想說怎麼可能會好吃，就吃下去屌這樣子。它就可以聞到那個麻辣香氣，那裡面的湯汁啊，哇，真的臭豆腐的精華都在裡面了，真的是還蠻臭的，又臭又香。真的臭，它那個臭有點像是你早上起來還沒有刷牙的感覺。你很噁心，為什麼要這樣形容啊？明明都是好吃的東西。我舉個例子，但是是好吃的那一種。你看咬開來，它裡面的那個臭豆腐啊，有沒有像絞肉？它把整個那種臭豆腐的精華，然後包在那個裡面，它湯汁也很多這樣子。我覺得如果你很愛吃那種很臭的臭豆腐的話，你會覺得這個又喜歡吃湯包的話，哦，這個還會喜歡。我覺得如果不要跟
就是跟還沒有吃過的人講，然後你不要告訴他這是臭豆腐的話，他可能真的會以為是絞肉。你看它這個皮的外表有點粗糙的，是我們最喜歡老麵皮，所以它麵皮吃起來呢很有嚼勁，很香。我剛倒了醬，想說沾一下試試看，結果不需要沾。我勸大家就是不要一口吃，因為它在裡面如果很燙的話，那個湯汁會在裡面，你嘴巴裡面爆開來。好好吃哦！這個是臭豆腐盒子，它就是韭菜盒子跟豆腐卷的變體。然後我本來想說，有些東西它就是玩創意，那創意玩得好就已經足夠了。没有，他把那個餅皮呢做的是非常的好，光是餅皮它也是一個很優秀的，就是面食類。其實上次有點這個，我現在還沒有吃，可是我還記得它的味道，因為他們這一間的面食類，它的面皮很優秀，所以它這個面皮也很好吃。对，所以它不是那種单純玩噱頭的店家，它是有真功夫在裡面的。但是我還是奉勸，就有些人他沒辦法嘗試太跳痛口味的人，我還是不建議，因為你要是自己又不習慣的罵我的話，应該不會啊，這東西非常的好吃哎。对，但是如果你喜歡嘗鮮的話，我覺得還蠻不錯的，我自己超愛這一間的。這裡面高麗菜有夠脆甜，然後臭豆腐當然也有發揮它臭的功能，重點就是這個外皮真的是有夠好吃的，北方面食館，一級北方面食館的水準。外皮很酥，然後很薄，真的是非常合我的口味。干烙的又很好，不含油，咬到它的邊邊呢，還會有那種微脆的烤感。我们還點了一杯紅茶來搭配，這個紅茶也是非常好喝的。我們吃的差不多了，那就來總結一下吧。最近呢，就是過年快要到了，所以我們就開始準備一些走春的景點給大家。那我覺得走春呢，老街真的是再適合不過的地方了。那首先走春這兩個字呢，要先走，所以我們在前面呢就準備一些可以輕鬆走散步的一些步道給大家。深坑老街之前我們其實也拍過了蠻多的店家，大家可以參考我們前2集的這些店家名單。那今天這一集呢，我們就是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路線給大家參考看看。那歡迎大家就是綜合起來一起看。對，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會多準備一些啦，那就先為過年預熱，也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。好啦，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啦，大家拜拜。